他是帝国皇子，但皇帝老子要杀他，太子要杀他，天下第一美女要杀他，所以他只能训练出一支无敌的特种部队自保，只能在酒后写出震惊天下的诗词，只能虎躯一震，将封地治理成世外桃源，让四方能臣武将皆来投。在夏日的炽热阳光下，夏天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异彩，他赌赢了。面对夏天手中银针的威胁，秦弘一没有选择说谎。秦弘一在不断的压力下，终于透露了一些供奉殿的秘密。他担心，如果一言不发，夏天可能会认为他没有价值，甚至可能会丢弃他，这是他无法接受的。秦弘一透露，帝国的9位皇子中，从太子到8皇子，每个人出生时都有供奉殿中的老妖怪选定为他们的护道人，唯独夏天，因为出生时经脉堵塞，供奉殿的老怪物们都认为他无法成为一名合格的武者，因此没有人愿意为他护道。而秦弘一选择成为夏春的护道人，这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巧合。藏九在一旁暗中威胁秦弘一，手中隐藏着一根银针，低声在他耳边警告。秦弘一心中充满了愤恨，但他无力反抗，只能默默忍受这份屈辱。夏天利用银针制造的爆裂神针阵法，让秦弘一深陷困境，无法使用内力，就如同一个普通人。秦弘一对于如何安全移除这些银针感到绝望，他清楚，如果不按照特定的方法解除银针，他的生命将岌岌可危，他不得不屈服于夏天的要求。当夏春和他的手下们遇见重伤的秦弘一时，他们都感到震惊。夏春尤其不能相信，秦弘一这位供奉殿中的顶尖高手，竟然会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在夏春的心目中，秦弘一一直是不可战胜的象征，而现在看到他受伤的模样，夏春心中充满了不安和愤怒。夏春询问秦弘一的伤势，但他轻描淡写的回答，试图淡化自己的伤势。夏春心疼之余，也对夏天和秦弘一之间的关系产生了疑问。夏天解释说，他们之间的合作是为了夏春的未来，这让夏春感到一丝安慰。然而，夏春对夏天的能力表示怀疑，尤其是他即将前往的荒州。荒州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地方，那里的人民对大夏朝廷充满敌意。夏春不相信夏天能够在那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更不用说在那里站稳脚跟。他甚至讽刺夏天的无知和天真，认为夏天在荒州的生存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夏春的话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夏天却展现出一种深不可测的自信。夏天认为，即便荒州充满了未知和危险，他也有信心面对一切挑战。夜幕降临，青州和荒州的边界上，一场别离正在上演。赵贞子向夏天递过一张纸条，那一刻，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不舍和期待。他轻轻在夏天的掌心勾了勾，似乎在无声地传达着某种信息。随后，他带领着军队离去，留下夏天和他的队伍继续向荒州前进。而在青州城外，一场秘密的行动正在进行。李飞带领着一群战士，悄悄地搬运着某些东西，似乎在为接下来的某个计划做准备。在青州王府的深处，王赐福刚刚接收到了来自圣女的怒斥信件，责骂他未能操纵青州王对荒州王采取行动，直斥其为废物。面对这无情的斥责，王赐福心中愤怒，却也无可奈何。他的计划之所以失败，全因为供奉殿中那位让各大学派都敬畏3分的秦弘一介入了此事。即便是重伤之身，秦弘一的实力仍让人不敢小觑。正当王赐福沉浸在自怨自艾之中时，一名仆人打断了他的沉思，通报青州王有请。王赐福匆匆整理了一下衣着，尽力掩饰内心的不安，步入了王府的大厅。在那里，他将全部的怒火都转嫁到了夏天的身上，试图通过挑拨青州王对荒州王的敌意来挽回自己的处境。他煽动青州王认为秦弘一可能会背叛青州王，转而支持荒州王，暗示青州王应该趁秦弘一重伤之际除掉荒州王。青州王受到王赐福的怂恿，决定利用已经召集的天下10大恶人对荒州王发起致命一击。这些恶人不仅个个武功高强，而且对任何敌人都毫不留情。与此同时，王府的另一边，一个黑甲战将暗中倾听了这一切，心知青州王的野心和王赐福的阴谋，这一切正如荒州王所预料的那样。而在王府外的阴影中，纵横圣女带着她的侍女们正准备在夜色中追赶荒州王。他们的脚下不期然踏到了某种软软的物体，抬眼望去，周围满是被包的只剩下短裤的尸体。这突如其来的场景让纵横圣女疑惑不已，他们的目标荒州王以及他带领的马队究竟去向何方？青州西城门外突然燃起了星火般的火把，照亮了整个大地。这些火把不仅揭示了纵横圣女及其4名侍女的位置，还暴露了他们的行动。突然间，李飞骑马冲来，手持寒光四射的长刀，直指纵横圣女，声色俱厉地指控他在青州城外毒杀了曹豹和曹马2位将军，以及毒杀了2000名骑兵军团的士兵。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背叛与伏击，纵横圣女的心情复杂至极。她怀疑王赐福是否背叛了她，这才导致了他们的陷落。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纵横圣女不得不下令突围。
但是他的身体已经受了重伤，每一次出手都让他痛苦万分。尽管如此，他还是展示了超凡的武艺，与李飞展开了一场生死对决。刀光剑影之间，两人的战斗异常激烈，火花四溅，响声连连。虽然纵横圣女的实力略胜一筹，但伤势使她的战斗力大减。尽管如此，她依然与李飞战至旗鼓相当。与此同时，她的4名侍女却遭到了青州战将的围攻，最终惨死于乱刀之下。这一幕让纵横圣女心如刀绞，但她也清楚，唯有生存下去，才有机会为他们报仇。就在纵横圣女即将被李飞劈倒的危急时刻，她凭借着惊人的反应，借力飞起，成功逃脱了青州骑兵的包围，逃入了深夜的森林之中。尽管她身受重伤，但逃命的意志让她忘却了痛苦。她只有一个念头：活下去，为了未来的复仇。李飞虽然对纵横圣女的逃脱装作愤怒，但实际上并没有立即追击，而是选择回城，通过高声宣布奖金悬赏的方式，动员全城的人民参与到捕捉纵横圣女的行动中。而在青州王府，李飞因为此次行动获得了青州王的高度赞赏，被任命为青州总督。这不仅巩固了他的权力，也为他未来的政治生涯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荒州王府的车队在平安驿站夜宿，这个驿站是大夏官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为过往的官员和传递军情的使者提供休息换马的服务。夜幕下，车队之中，夏天王爷正审视着一张小纸条，那是赵贞子的留言，告诫他即将面临的危险。赵贞子的字迹细腻，透露出一种淡淡的情感，但夏天的反应却是淡然。他认为人总会随着时间改变，情谊也是如此。在皎洁的月光下，夏天跳下马车，进入厨房，亲手烹饪了一碗油泼面。面条上淋着香气扑鼻的油，撒上了新鲜的葱花，加入了肉丝和滑嫩的荷包蛋，顿时香味四溢，让人垂涎。他小心翼翼地将这碗热气腾腾、分量十足的面端到了无面人的马车上。此刻的无面人沉浸在甜美的梦乡中，口水不自觉地流淌到了车板上，仿佛这是他20年来最安稳的睡眠。观察他布满伤痕的身躯，不难想象这20年他如何在生死边缘挣扎。夏天轻轻放下面碗，拔出藏于无面人头部的银针，无面人被油泼面的香气唤醒。夏天坚持要亲自为无面人吃面，尽管无面人初时拒绝，但最终在夏天的坚持下，他终于放弃了抵抗。夏天的动作温柔，每一口都充满着关怀，而无面人在品尝了这碗面后赞不绝口，他的心情也因此变得愉悦。随后，夏天拿出了一本新写的《不老轮回功秘籍》，这本书记录了一种珍贵的内功心法，是无面人梦寐以求的宝物。无面人在了解到不老轮回功的来历后，展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在仔细研读了夏天亲手抄写的心法后，他决定开始修炼，希望能恢复自己的元气。他甚至准备为了避免功法相冲，封印自己的修为，重新开始修炼。夏天向无面人透露了自己的计划和对未来的期待。无面人认为夏天即使不能成为武者，也会有一番作为。最后，夏天询问了无面人关于秦弘一追求的智慧怪人的信息。无面人提到了稷下学宫，这个名字让夏天心生好奇。在这个世界，也存在一个与华夏历史上齐国相似的稷下学宫，这个发现让他深陷思索。他回忆起自己在大夏皇宫的藏书阁中度过的岁月，虽然阅读过无数书籍，却从未见过稷下学宫这个名字。夏天不禁怀疑，稷下学宫是否被有意从历史中抹去。无面人向夏天揭开了稷下学宫的真相。在这个世界，稷下学宫并非秦朝所创，而是在9国争霸的混乱时期，由蜀国建立的一所学府。这里聚集了天下的智者，探讨就是知道，是诸子百家雏形期的智慧源泉。稷下学宫之所以神秘，是因为它的创始人，一个被称为怪先生的圣人，他的智慧和学问深不可测，教导下的学生们能开创自己的学派。然而，这样一个充满智慧的地方，也成为了8国目标。他们派遣高手，企图毁掉学宫和怪先生。夏天听到这里，感到震惊。这段历史与他所知的华夏有着惊人的相似，却又充满了未知。夏天了解到，稷下学宫最终因为外界的威胁宣布关闭，而在关闭的前夜，一场大火将学宫化为废墟，怪先生也从此消失。后来，秦家祖龙为了寻找怪先生的智慧，不惜抓捕百家诸子，甚至挖掘稷下学宫的废墟，希望找到那位圣人的踪迹。夏天对怪先生的传说越发感到好奇，他想知道那场大火之夜，稷下学宫究竟发生了什么。无面人告诉他，那些百家学派的始祖也不知道怪先生的最终命运，只有传说他如同神仙一般飞升了。秦家祖龙为了稷下学宫的荣耀，不惜迁都至蜀国及现今的大夏帝都。秦家祖龙的野心不仅仅是成为一位伟大的皇帝，还想成为一位圣人。然而秦国的国祚未能持续100年，便被夏州所篡。无面人继续揭露，夏州篡位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内外勾结，与供奉殿中的老者们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他提到，尽管100年来没有人能够打开地宫的大门，
但已经有了重大的发现，只差最后一步便能揭开秘密，而这最后一步需要圣人的智慧。在透露了自己17年前夜探皇宫，并差点丧命于供奉电老者手中的惊险经历后，无面人表达了对大公主的深深感激。当年正是大公主的庇护，使他得以逃出升天。夏天对无面人的身份产生了好奇，得知他其实是大秦将门之一的后代，长期效忠夏天的家族。夏天对无面人的经历感到惊讶，同时对乾隆会的神秘主持人充满了好奇。经过一番对话，无面人否认了自己是乾隆会主持人的猜测，强调了自己多年来一直在执行暗杀任务，根本没有时间和能力管理乾隆会。夏天对打开地宫之谜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并决心有一天揭开其秘密。在和无面人的深入交流后，夏天决定帮助无面人恢复容貌，并且得知了前方有一个神秘女子是要杀他的消息，这让夏天和藏医都感到困惑。在黎明前的寂静中，一声尖锐而悠扬的军号声划破了平安驿站的宁静。这是荒州王府的新奇之物，由王爷特意让铁匠用铜制成，其声能传遍远方，激励人心。王府的人都知道这是王爷的新创，虽然大陆的战争史上从未出现过军号，但这声音却能让人热血沸腾。王府的车队缓缓前行，一辆巨大的铁匠车由8匹马拉动，车上的炉火从未熄灭，工匠们一路边走边忙碌，但具体忙些什么，无人得知。王爷有令禁止窥视，否则将被逐出王府，而在这个时代，那等同于死亡。因此，众人只能压抑好奇心，遵守规矩。随着军号的响起，王府的人起身准备早餐，精心烹煮肉粥，香气四溢。对于那些曾经饥饿难耐的新人来说，如今能够每日3餐，每天早晨都有肉粥，无疑是极大的幸福。在马车中的秦红衣被军号声吵醒，他因为受伤严重，手脚无法动弹，只能用头轻敲车厢。他的丹田被封，力量尽失，只能依靠藏九的照顾。藏九告诉他，这军号是王爷的新规矩，荒州王府的人听号起床，听号休息。秦红衣虽然不理解这种做法，但他现在只是王府的俘虏，无权质疑。车队继续前行，浩浩荡荡。秦红衣在马车中感受到了外面的活力。夏天正在亲自领导着他的人进行训练，他们的声音响亮，虽然杂乱无章，但充满了力量。夏天严厉地指导着他们，让他们练习军姿，练习步伐。他要将这些人训练成大陆上最精锐的战士。秦红衣对夏天的做法嗤之以鼻，认为他不过是个没有真正军事经验的王爷。但他不知道的是，夏天正在用不老回春功的呼吸法来训练他的亲卫，这是一种能够急速提升肺活量的方法。夏天的目标是让他的人在战场上能够少流血，他要杀尽天下恶匪，还天下一个太平。夏天的训练不仅是体力上的锻炼，更是精神上的磨砺。他要求每个人都要有决心与他并肩作战，而他的人也被这种精神所感染，他们的眼中充满了决心和杀气。夏天的话语激励着他们，让他们明白，只有通过艰苦的训练，才能在战场上生存下来，才能保护自己和家人不受恶匪的侵害。夏天站在那里，凛然如利剑，身姿挺拔，眼神中蕴含着无尽的杀气。他仿佛是一株青松，扎根于官道，气势凛然，无可动摇。赵子长、卢树、高飞、藏毅等众人被他的气势所震慑，心中生出敬畏之情。王爷素有经脉阻塞之说，但此刻的他，即便非武者，亦难敌其威势。众军士肃然，夏天声如雷霆，观我姿态，此即为军姿。自今日起，即为荒州亲卫营、荒州军之标准。你们将如松树般挺立，如钟表般端坐，学习行军、奔跑、枪刀盾术。你们是我荒州亲卫营的骨干，是守护荒州的力量。无论强弱，必须以最佳军姿示人，发挥你们的力量。众人齐声应道：“明白。”夏天满意的拿出荒州军队列条令几本书册，这便是荒州军的纪律，所有行动均遵循此规。背诵之后，每人必须牢记。夏天又吩咐进行军姿训练，赵子长等人也跪地领悟军纪之深奥。军人应以服从命令为职责，此为华夏军规之精髓。3大条令规范军中行为，铸就一支有纪律的铁军。荒州军应快如风，稳如林，猛如火，稳如山，方能战胜内外敌人。夏天深知此法珍贵，但练兵不易。他承诺荒州将成为绝世强军之地。赵子长等人感慨万分。此刻的夏天已不仅是王爷，更是导师。他们心中充满敬佩，如同学生对待导师。夏天领导下，荒州新军正式展开训练。路过的王府车队见证此景，车中的无面人闭目修炼，心中震撼。他认可此训练方式对塑造意志有极大帮助。然而，秦红衣却嘲讽夏天等人装木头，藏九则嘲讽他的狂妄。后方伤兵车中，老鬼感慨夏天是永远的王，伤兵们更是发誓要成为武者，为王府战天下。与此同时，黑甲骑兵带来匪兵消息，
提醒夏天小心对待来势凶猛的敌人。车队缓缓通过训练场，每一辆马车中的家长们都无不震惊地目睹了这一幕。他们的男人或儿子与王爷一起训练，光着膀子，挥汗如雨。这不仅是对个人的极高荣誉，更是对整个家族的无上光荣。车队中传来阵阵激动的议论声，家长们纷纷决心，训练结束后要与家人好好谈谈，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就在这时，一位老人突然想起了白总管曾提过的一个词“加油”，一种鼓劲打气的词汇。这一激动的呼声很快在车队中传开，所有人都开始大声为他们的亲人加油助威。这种支持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原本已经精疲力尽的新兵们仿佛获得了新的力量，重新站稳了脚步，决心不让家人失望。夏天目睹了这一切，不由得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鼓励新兵们坚持下去，告诉他们，凭借着这份坚持和努力，将来的荒州军将无往不胜。新兵们的士气被进一步激发，他们更加坚定地相信自己将成为荒州王府的坚强战士。与此同时，在司马府的马车中，司马兰和司马哥姐妹俩谈论着王爷的识人之术。司马兰暗示，王爷选择的人虽然出身平凡，但都是有志之士。当司马哥好奇王爷的挑人诀窍时，司马兰却神秘兮兮地表示，这是不可轻易外传的秘密。训练结束后，夏天命令新兵们追上车队，开始下一阶段的枪术训练。尽管新兵们身体疲惫，但不老轮回功的呼吸法让他们迅速恢复了体力。夏天自己也在用易筋经呼吸法清理经脉，准备在未来的几天内彻底清除体内的杂质。天空渐渐暗沉，映照着100颗木球在夜色中摇摇晃晃，宛如一场即将爆发的战役。这些木球吊挂在100辆马车之后，尽管只有鸡蛋大小，却成了新兵们眼中的挑战。夏天身着普通铠甲，站立于马车之上，他的声音沉稳而有力，回荡在训练场上。他讲述的不仅是枪术的技巧，更是对战士的精神鼓舞。随着他的一声令下，跃下马车，展示了精湛的枪法，直击木球的圆心，显示了他非凡的武艺和对细节的掌握。接着，训练场上爆发出一片杀声，4人一组的新兵们轮流练习，枪尖破空的声音强劲有力。然而，由于木球的不停晃动，新兵们大多数时候都是空刺而过，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对于经历过生死磨砺、体质超群的藏剑少年们而言，这却是小菜一碟。赵子长被夏天任命为总教头，带领着藏剑少年们加入训练，以其卓越的技巧和经验为新兵们示范和指导。秦红衣，一位自认为见多识广的女子，对此训练方法嗤之以鼻，认为这无异于浪费时间。她的嘲讽并未使夏天动摇，她坚信通过特定的呼吸法和枪法训练，即使是新兵也能成为战场上的强者。随着训练的深入，新兵们的进步显著，他们的枪法逐渐熟练，从最初的5枪1中到后来的5枪5中，展现了显著的进步。而伤兵们在不老回春功的辅助下，伤势愈合速度加快。故事的背景转移到天门山，这里聚集了天下最大的匪寨天门寨。寨中一个神秘女子坐镇，她周围是天下10大恶匪，他们是要将荒州王府和夏天变成笑话。匪寨外，3000悍匪整齐排列，形成了一支凶猛的军队，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杀气和决意，等待着一个命令，就会向荒州王府的车队发起致命的攻击。在帝都的宫廷深处，春风已经悄悄融化了严冬的遗痕，夜晚的皇宫灯火辉煌，显得分外热闹。御书房内，夏帝在繁忙的国事处理之后，暂时闭目休息，随即睁开锐利的眼睛，询问身旁的老臣魏公公有无关于夏九的最新消息。魏公公急忙展示了一叠详尽的奏折，显然已经预料到了夏帝的关切。夏帝的心情复杂，对于秦红衣的消息格外关心，但魏公公的回答让他的眉头紧锁，不解秦红衣为何未能按时回报情况。夏帝的担忧进一步加深，当他得知秦红衣竟然受伤且被迫加入了夏九的车队时，他的脑海中立刻涌现出各种猜测。夏帝深入阅读奏折，发现了更多令人震惊的消息。曹薇之子在青州惨遭毒杀，背后竟是纵横派的圣女所为。此事与太子饲养的青州骑兵同时被杀联系起来，揭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阴谋。纵横派的内讧以及他们对太子的背叛，都在这一刻被夏帝了解清楚。夏帝对此深感兴趣，更是对纵横派的老不死是否现身产生了疑问。当老太监提出更多的情报时，夏帝急切地了解到，这一切背后可能是纵横派的高手操控。他对自己的判断极为自信，命令全力搜查此人的下落。同时，夏帝也关心秦红衣的状况，他虽重伤，但仍旧不弃使命，这种精神让夏帝赞赏。他决定耐心等待秦红衣的消息，同时处理眼前的危机。此时，夏天和他的部队正秘密接近天门山，一场精心策划的行动即将展开。夏九的车队在夜色中犹如一条火龙，奔向未知的命运。在帝都的核心，右丞相府内，一场剧烈的情感风暴正在酝酿。
老太监魏公公身着朝廷服饰，步履沉重地传达了皇帝的旨意给曹薇。旨意传达完毕，魏公公的面容染上了一抹同情，向曹薇表达了节哀。然而，曹薇的反应远超过了简单的悲痛，他的身体剧烈反应，一口鲜血喷洒而出，如同漫天血雨般洒向空中。他的心中充满了不可置信和深深的痛楚。他呼喊着自己不幸逝去的儿子，誓言要为他们复仇。这一幕让魏公公震惊，他匆匆告辞，留下曹薇一个人在书房的密室中泣不成声，对天发誓，质问纵横派的老者如何能下此毒手。痛苦中，一名神秘的黑衣人出现，承诺立即查明真相。曹薇的眼泪和誓言显露了他深藏的痛苦和复仇的决心。他对死去的儿子们充满了遗憾和不甘，他们未能享尽人间极乐就离奇离世，留下了美丽的妻妾。与此同时，一场紧张的旅途正在展开。秦弘一和藏九的对话揭示了即将面临的巨大挑战，天门匪寨的威胁以及荒州王府可能遭遇的灭顶之灾。秦弘一对天门匪寨的描述显示了其强大和凶残，而藏九的信心则体现了对他们领袖的信任和荒州王府团结的力量。在天门山脉前的碎石开阔地，荒州王府与天门匪寨的对峙即将爆发。夏天和赵子长领导的队伍发现了匪寨的埋伏，在荒漠的边缘，夏天与赵子长背后，一阵沉闷的马蹄声响起，马车一辆接一辆驶来，车尾朝前，紧紧挨在一起，形成了一道坚固的屏障，挡住了匪兵的视线。车夫们迅速解开马匹，将他们带到安全的后方。在这紧要关头，荒州车队的动静完全被掩盖，恶匪们只能凭借声音猜测里面的情况。夏天的声音冷冽，直击心魄：“你们就是号称天下10大恶人的恶匪。”他的话语中充满了不屑与挑战，仿佛已将这些所谓的恶匪视为尘埃。而恶匪们的回应是一阵嚣张的大笑，他们不将夏天放在眼里，反而嘲讽他的无知与年轻。突然间，土匪军阵中铜锣一声巨响，紧接着一幕令人发指的景象展现在夏天和众人眼前。一辆辆手推车被推出，上面吊着一个个鲜血淋漓的孕妇，他们的死状极其惨烈，直击人心的恐怖与残忍，让夏天与赵子长以及所有的荒州王府之人怒火中烧，眼中充满了血红的杀意。你们竟然如此残忍地杀孕妇，简直该死！夏天的怒吼声中充满了不可遏制的愤怒。面对这些丧心病狂的恶匪，夏天发誓要为这些无辜的生命报仇，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坚定与决心。恶匪头目血手人屠杜莎与阴阳采花贼花芊芊等人嘲笑夏天的无能为力，但他们很快就要见识到真正的力量。夏天握紧战刀，他的决心如钢铁般坚定，是要将这些恶匪一一诛灭。战斗一触即发，夏天与赵子长、藏剑少年们以及荒州王府的战士们，每个人的眼神都充满了不退缩的勇气与决心。当恶匪军阵的弓箭手放箭时，他们用盾牌和坚固的马车构成的防线挡住了箭雨，保护了自己和同伴的安全。随着距离的缩短，夏天大吼一声：“开车厢！”瞬间，车厢后门打开，露出一架架恐怖的兵器，准备对冲过来的恶匪进行致命的打击。夏家的50矢连弩如同饿狼般露出了他们的獠牙。这些弩车在夏天的指挥下，成为了战场上的主角，其背后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华夏历史上，50矢连弩的制作方法早已失传，但夏家代代相传，终于在这关键时刻展现了他们的锋芒。夏天站在弩车后，目光如炬，目睹了荒州人民遭受的苦难，他心中的怒火化为了一声令下：射！随着命令的下达，50矢连弩的操作手扣动了扳机，空气中立刻充斥着弩箭划破天际的尖笑声。一支支弩箭携带着强大的力量和荒州士兵的怨恨，以惊人的速度穿透空间，直击敌人。弩箭如同死神的召唤，密集的箭雨在敌人阵营中肆虐，每一支箭都能穿透数人，强大的杀伤力让敌人阵营陷入混乱。血花四溅，惨叫声此起彼伏，恶匪们被射得片甲不留。一时间，荒州战场上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敌方的10大恶人见状，心中惊恐万分。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强大的武器，面对50矢连弩的狂暴攻击，即便是他们这些武功高强的恶人，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然而，当50矢连弩的箭雨暂停时，他们抓住了这唯一的机会，试图组织反攻。但他们未曾想到，这只是夏家军队的第一波攻势。夏天冷眼旁观，随即下达了第2道命令。这时，赵子龙和无面人2位荒州王府的绝世高手，分别挡住了10大恶人的去路。他们的出现如同晨曦中的利剑，锋利无比。紧接着，夏家军队的主力部队包括重甲骑兵、盾牌兵、长枪兵和弓箭兵，以及2侧的轻骑，整齐划一地展开了阵型，如同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护卫着荒州的土地和人民。在夏家军队的严密防守下，敌人的反攻如同海浪拍打在岩石上，瞬间瓦解。10大恶人和他们的手下在这场激战中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绝望。
而在远处观战的秦弘一见证了这一切的他，不愿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的心中充满了不可思议和恐惧。他无法理解，这支在他眼中原本弱不禁风的荒州王府军队，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强大？尤其是那些令他震惊的50使连弩，以及荒州王府中那些仿佛从死亡边缘归来的勇士们，他们的存在彻底颠覆了他对这场战争的所有预判。战场上，10大恶匪与赵子长、无面人的对峙让人血脉喷张。这些恶匪杀人无数，经验丰富，自视为一流高手中的无敌者，但此刻他们面对的是同样实力惊人的对手。赵子长挥舞着长枪，每一击都精准无比，而无面人手中的剑仿佛与他的身体融为一体，剑光闪烁间，令人眼花缭乱。恶匪们虽然人数众多，却被这两人牢牢挡在原地，无法前进一步。此刻，荒州军阵后，高飞的命令响起，箭雨如蝗虫过境，恶匪前锋阵营在箭雨中瞬间倒下一片。但恶匪们并未因此止步，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冲破荒州军的阵线。随着战斗的深入，重装骑兵如同钢铁洪流般冲入恶匪之中，每一次撞击都是生与死的较量。重装骑兵的斩马刀如同死神的镰刀，每一次挥舞都带走数条恶匪的性命。血花飞溅，尸体横陈，荒州王的战旗在风中猎猎作响，显得格外耀眼。而在这场战斗的背后，秦弘一逐渐意识到，他所看到的一切可能都是荒州王精心安排的局。无面人的战力让他感到震惊，他开始怀疑那无面老贼是否掌握了完整的不老回春功，这样的实力简直颠覆了他的认知。就在这时，秦弘一突然意识到，夏天可能已经推算出了不老回春功的完整版本。这个认识让他陷入了深深的震惊之中，甚至气晕过去。战场上，随着重装战马的力量逐渐耗尽，恶匪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10大恶匪狞笑中，认为胜利已经近在咫尺，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荒州军的真正力量还未完全展现。恶匪们尽管面对的是数倍于自己的荒州重甲骑兵，却因为人数优势而兴奋起来。他们认为，只要耗尽重甲骑兵的冲锋力，胜利就在眼前。而荒州王府的士兵尽管被恶匪们轻视，但他们的训练虽然短暂，却极其严格。这些看似简单的训练，实则锻炼了他们的意志和体能，为的就是这一刻的战斗。突然间，一道剑光划破沉默，如同流星划过夜空。他的出现立刻改变了战场的气氛。杜莎作为恶匪中的佼佼者，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这位神秘剑客的剑法简单而直接，却在简单中蕴含了深不可测的剑道真理。每一剑都直击要害，让杜莎等5大恶人在他的剑下狼狈不堪。在无面剑客的剑下，杜莎等人彻底失去了先前的傲气。他们从未遇到过如此强大的对手，一个连他们无法看透境界的剑客，却能轻易地将他们逼入绝境。无面剑客的身份之谜，以及他所述说的传奇经历，让杜莎等人心生畏惧。这位剑客不仅战斗技巧高超，更是拥有着令人闻风丧胆的历史。他就是那个在江湖上流传的血修罗，一个令无数人恐惧的存在。面对血修罗，杜莎等人试图求饶，希望能够撤军，但血修罗的冷漠回应让他们彻底绝望。他们的祈求对于血修罗来说毫无意义。血修罗的剑不仅仅是为了杀戮，更是为了正义，为了守护。他的每一剑都是对过去罪行的惩罚。随着战斗的继续，血修罗的真气与剑法愈发高超，他的每一剑都像是判定生死的裁决者。杜莎等人终于感受到了真正的恐惧，他们的抵抗变得越发无力。在血修罗的剑下，杜莎等人被迫接受了残酷的现实，他们并非不可战胜。而血修罗这位荒州王府中隐藏的高手，用他的剑证明了真正的强者不在于外在的强势，而在于内心的坚定和正义的担当。他的剑尖所指，不仅是对敌人的制裁，也是对荒州军队的支持与守护。而在另一边，赵子长的表现也不逊色，他以一人之力制服了另外5大恶匪，他的大枪如同穿云破雾，准确无误地刺穿恶匪们的防御，每一击都重如千钧，让恶匪们无处可逃。他的行动如同血修罗一般，彰显了荒州王府不为人知的力量。此时，荒州王府的军队已经整装待发，他们的目光坚定，步伐一致，展现出了不同于训练时的气势。荒州的刀盾兵、枪兵、弓箭手组成的阵型，像一头觉醒的猛兽，随时准备冲锋。就在这时，恶匪中的三流武者腾空而起，以一种几乎完美的姿势和力量全开的态度，挥舞着他的大斧，意图一举破开荒州军的阵线。他的动作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所有目光，他以为这一击能够决定战斗的走向，但荒州新兵的反应却出乎他的预料。一根长枪如同巨蟒出动，准确无误地刺穿他的喉咙，将他的野心和生命一同封印。荒州新兵们虽然面色有些苍白，但他们的眼神逐渐变得坚定。一名少年兵杀死了恶匪后，虽然手有些颤抖，
但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逐渐明白了生死存亡的重要性。在卢树的鼓励下，他们的勇气和决心得到了加强。随着恶匪们的持续冲击，荒州新兵们开始展现出惊人的抵抗力。他们用盾牌硬生生挡住了恶匪的冲击，尽管撞击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他们没有退缩。相反，他们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抵挡着接二连三的攻击。荒州战士们的坚持最终让恶匪们的冲锋变得无力，原本人多势众的优势在这一刻完全消失。在荒州军的反击中，长枪成了恶匪们的噩梦。每一根长枪都如同死神的使者，准确地穿透恶匪们的身体，将他们的生命定格在了这片沙漠之中。荒州军的战鼓声如同战场上的雷霆，激励着每一个战士，他们的步伐变得更加坚定，杀气更加浓烈。在夏天的指挥下，荒州新兵们不仅没有被恶匪所吓倒，反而在生死的考验中蜕变。他们的勇气和力量成了荒州军最坚实的后盾。夏天的话语如同一把利剑，刺激着每一个人的心灵，让他们明白了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为了保护家园而战。在荒州军的猛烈攻击下，恶匪首领杜莎和他的手下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他们惊恐地发现自己的部队不再是无敌的，他们的士兵在荒州新兵的枪下纷纷倒下。杜莎试图鼓舞士气，但他的呼吁在死亡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就在恶匪军队即将全面溃败之时，一个黑影悄然接近战场中心夏天的位置。这个身影如同夜中的幽灵，悄无声息地穿过战场，直奔夏天而去。他的动作敏捷而隐秘，仿佛整个战场的喧嚣与他无关。在幽暗的夜色中，一名身披黑袍的女刺客如同夜幕中的幽灵，悄无声息地降临在荒州王府车队附近。她的身形轻盈，犹如蝙蝠般滑翔而下，黑暗中的短剑闪烁着冰冷的寒光，直指夏天。女刺客满心以为自己的刺杀行动已经胜券在握，荒州王无武功护体，身边又无高手，仿佛已将夏天置于死地。然而转瞬间，战局急转直下。夏天果断抓起战鼓车旁的荒字战旗，旗杆犹如长枪，猛地刺向空中的女刺客。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反击，女刺客心头一惊，本能地一剑横切旗杆，试图改变落点，却未能完全躲避。夏天随即抽出诸葛连弓，一连串闪电般的弩箭射向空中的女刺客，弩箭穿体而过，鲜血瞬间绽放。女刺客落地后痛苦万分，却仍不放弃，强行提起真气，试图再次发起攻击。夏天迎战而上，长刀与女刺客的剑相碰，硬生生地将她的剑断，并一刀穿透了她的胸膛，将她钉在战鼓架上。女刺客的真面目露出，竟是纵横圣女涂娇娇。她在死前怨毒地咒骂夏天，言及其师傅将会为她报仇。夏天冷漠地对待涂娇娇的死亡，随后跃上马背，带领荒州军继续冲锋。他的战旗紧随其后，夏天高声下令，要求荒州军将敌人彻底击溃。战鼓声中，夏天率先冲入敌阵，手起刀落，敌人首级纷纷飞起，残肢遍地，血色染红了夜色。恶匪们彻底崩溃，匆忙逃窜，希望能够逃入天门山中躲避。在荒凉的战场上，夏天和他的荒州军队迎来了一场意外的助力。来自山边缘的野人，男女老少，每个人都身着兽皮，头戴奇异羽毛，手持原始武器。这群看似原始的战士，却展示了令人瞩目的战斗技巧，尤其是那些弓箭手，他们的箭矢如同夺命的使者，精准无比地射入恶匪的要害。在这场混战中，一个身着豹皮的健美女子代表这群野人发言，他们的到来原是为了报仇。恶匪中有杀害他们姐妹的凶手，夏天决定让这些野人参与战斗，于是两股力量联手，共同对抗恶匪。战场上的情形极为残酷，夏天指挥着荒州轻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穿敌阵，势如破竹。而老鬼领导的荒州骑兵在他的指挥下，如同死神的镰刀，收割着恶匪的生命。夏天本人则冲向了战场边缘，目标直指那10大恶匪。与此同时，无面人和赵子长也展现了他们的英勇。无面人的剑法神秘而高超，仿佛每一剑都蕴含着武道的智理，让人难以捉摸。而赵子长的枪法则直接而犀利，每一枪都是致命的一击。两人的战斗技巧不仅展现了个人的武艺，也体现了荒州军队的整体实力。在夏天的询问下，杜莎透露了背后的主使是一个神秘人物，出高价悬赏夏天的性命。通过杜莎的叙述，夏天得知了荒州边军的悲惨现状，以及他们逃兵归匪的经过。这番话让夏天更加明白，荒州的局势比他想象中还要复杂。随着战斗的结束，夏天下令对10大恶匪进行最后的惩罚。赵子长挥刀，果断而冷酷地执行了夏天的命令，将10大恶匪斩为人棍。这一幕极为血腥。司马兰虽然勇敢，但面对这样的场面，还是感到了身体的不适。战火刚刚平息，荒州的新兵们在战场上忙碌着，他们的步伐虽谨慎，但仍旧有数人受伤。这是因为一些恶匪装死，趁荒州新兵不备时暴起伤人。
这种突如其来的攻击让人防不胜防，但也恰恰因为这些伤害，让荒州新兵在实战中得到了疯狂的成长。他们学会了在确认敌人真正死亡前，总是先用枪或刀补上一击。通过这样的方式，装死的恶匪再也无处藏身，一旦有动作，立刻就会被处决。荒州王府的骑兵如影随形，巡游在战场上，对任何试图逃跑的恶匪施以致命一击。而那个隐身在暗中的藏剑少年，也如同鬼魅一般，神出鬼没的补刀，确保没有任何一名恶匪能够逃出升天。战场清理结束后，小白领着队伍进行了一番摸尸行动，他们的动作专业而迅速，几乎将恶匪们身上的所有财物都搜刮一空，仅留下一条贴身裤子。这一幕在荒子军旗下展开，夏天和司马兰坐在木凳上，无面人赵子长与司马哥站在一旁，目光中充满了对这个荒漠中的新秩序的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健美女子出现在他们面前，她的出现如同一股清流，打破了战场上的血腥与死亡。她名叫苏琪，来自荒州10万大山中的苏家寨，身材虽不魁梧，却透露出一种不同于普通女子的力量感。她的家族背景复杂而悲壮，从前秦的县令家庭沦落为流放至荒州的边陲之人，但他们从未放弃过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希望。苏琪的话题引起了夏天的兴趣，尤其是对于10万大山中的生活和异族的描述。他提到，10万大山中不仅有苏家寨这样的汉人聚居地，还有许多凶恶的异族，他们之间的仇恨深重，战争不断。更让夏天感到好奇的是，天狼帝国每年都会进入10万大山，似乎在寻找着某种极为重要的东西。对于夏天是否能够征召10万大山中的子民出山，苏琪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这让气氛一度变得有些僵硬。不过，通过苏琪的叙述，夏天和司马兰了解到荒州城内的复杂局势，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夏天的到来。他们磨好了刀枪，是要与这位大夏朝的皇子决一死战。苏琪的直言不讳让夏天感到了荒州的危机，但同时也激发了他的决心。即便知道荒州城内的所有人都在等着杀他，他依旧选择勇敢地走进荒州，面对那些挑战。苏琪对夏天的选择表示了敬意，并承诺会帮助夏天在荒州寻找到那一线生机。